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老话说相由心生，其实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。一个人的面相可以看出内心世界，而心态则影响了性格，性格又决定了命运。所以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部来判断其未来的命运，这是一种通用的办法。那么生活中我们怎么通过观察面相来算命呢？好命和苦命的面相都有哪些特征呢？下面大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。一、如何通过看命运？一、看额头。一个人的五官形状可以反映出命运，有时候还能反馈出健康方面的问题。就比如额头是面部的中心，同时也是四肢的中枢地带。额头的形状如何，也可以窥见出一个人的性格命运。通常来说，额头浑圆饱满的人命运比较好，财运方面不缺，家境较为富裕，性格心态也不错，是有福气的面相。二、看嘴巴。另外，有出纳宫之说的嘴巴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口才如何，衣食方面是否丰厚，从嘴巴的弧度以及嘴唇上是否有痣，也能看出这个人的异性缘如何，对待感情的态度是否专一。通常来说，嘴唇上长痣的人，这两方面的运势都不会太差，为人往往风趣幽默，颇受异性的喜爱。三、看眼睛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眼睛的形状、眼神清澈或是浑浊，都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心以及性格，可以借此来判断这个人的做事方法以及为人处事。比如说，眼睛大小不一的人，说明了内心世界复杂，为人斤斤计较，与父母感情不够融洽，和兄弟姐妹的手足情也比较淡。四、看鼻子。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婚姻运势。鼻梁有结节的人，大多身体健康方面的运势不好，幼年时期体弱多病，晚年要注意健康受到威胁。如果鼻梁比较丰厚，但脸上无肉，这样的人大多婚姻不顺利，与配偶之间的缘分难以长久。若是鼻梁丰厚，但是嘴唇偏小，这样的人与子女之间的缘分较浅。五、看耳朵。耳朵的形状代表了财运和家人之间的关系。若是耳朵轮廓端正，耳垂丰厚，说明这个人尊重长辈，财运亨通，有享不尽的福分。若是耳垂偏薄或者没有耳垂，大半生要为了钱财和生活而劳碌，个性比较极端，与家人关系紧张。六、看眉毛。眉毛代表着一个人的人际关系，如果眉毛浓郁又比较杂乱，这样的人很难交到真心的朋友。本人的脾气也比较急躁，在和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容易给人压力感。如果眉毛形状优美，眉毛色泽柔顺亮眼，往往能得到知心朋友的关照。生活中人际关系良好，对事业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二、好命的面相特征。一、颧骨高。其实不难看出，在社会上通常有头有脸的角色，一般颧骨都比较高。颧骨比较高的人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非常的勤奋。也许他们的智慧并不是最明显的，但是他们绝对是那个最有魄力的。往往通往成功的道路只有两种方法，要么是魄力，要么就是勤奋。不过颧骨高的人似乎把这两种情况全给占了，所以说他们不成功，又有谁能成功呢？正因为从小就树立了一种很好的思想，再加上自身的条件并不是很差，所以说颧骨高的人一般都会成为人生赢家，这个真是不服不行。不仅如此，从面相上来看，这类人肯定是不会出现什么差错的。
因为颧骨高的人一定拥有着卓越的远见，所以说他们的成功往往都是势在必得的，根本不用去假设。2. 棱角分明。棱角分明的人一般都是做大事的人，这可真不是在吹嘘这帮人。通常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大亨都是棱角分明的。棱角分明的人通常长得都很好看。其实有的时候能够迈入成功，或者说迈入富贵之路，通常都跟外在条件挂钩。也就是说，长得好看的人，他们的机遇往往要比长得一般的人要多得多。所以说，这些人的富贵运通常都是由外在条件生成的，但是他们的硬件也并不是很落后。通常棱角分明的人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基础，并且脾气也是非常好的。通常通往富贵之路的人都拥有一个好脾气，也正是好脾气打下的基础，才会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。如果一个人脾气不好，而且思维也不强的话，那么基本是不可能出现辉煌成就的。所以说，这类人基本都是必然富贵的。3. 嘴角上扬。嘴角上扬的人一般运气都是绝佳的，因为他们乐观，他们好学，这样的人基本是不能够触碰到任何坎坷的。而且嘴角上扬的人特别乐善好施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的存在，他们可以笼络大批人心。当笼络大批人心之后，又会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呢？所以说，嘴角上扬的人之所以富贵，完全是因为他们太过于了解人性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从小就拥有着笼络人心的远见。不论是亲戚还是兄弟，又或者是点头之交的朋友，他们都可以将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，而且这些人也真的非常愿意为他们效劳。所以久而久之，身边的人多了，嘴角上扬的人就会展开自己的洗脑招数，让所有人都为自己效力。通常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开始逐渐地成为了富贵的人。所以说，这样的面相很容易就能够将一个群体缩成一团，为自己卖命，有钱的生活也就随之展开了。3. 命苦的面相特征。1. 眼角下垂。眼角下垂一般表示这个人上进，为达目的不罢手的性格，做事方式都很理智积极，可以说天生就是为了工作而忙碌，典型的工作狂。表面上这样的人任劳任怨，一脸无辜，看起来好欺负的样子，但是他们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，讲究做人的原则，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被人欺负。所以当他们受到外界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欺负的时候，会反击愤怒，反抗到底，讲不出一个理所当然来，绝不罢休，就像是对待工作那样一丝不苟，一点亏都不可以吃。所以他们会一直操劳下去，永远在忙碌中度过，但是他们乐在其中，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，他们觉得苦尽甘来才是硬道理，所以一切都是值得付出。付出不一定有收获，但是不付出一定没有收获。2. 头尖额窄。头尖额窄的人从小家庭条件很差，贫困的农民家庭，从小就要帮父母操持各种各样的家务活，包括农活。每天除了上学写作业就是干活，干家里干田地里的农活，只要是能使得上力的都会帮着家里干。从面相上来说，这样面相的人爱面子，他们在外可能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家庭环境是怎样的。人与人之间的攀比也是每天必备的把戏，他们从来不会把自己最贫困的一面在人前表现出来。自尊心过强，他们心里明白自己的出身家庭条件，
但是怕大家知道后会对自己另眼相看，瞧不起的眼光影响其在外的形象。尽管在学习生活上数一数二，但内心还是在贫穷出身上纠结痛苦着。为什么不能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家庭里？这样可以有经济条件学到更多的东西，不用干那些粗活、累活、脏活。这种面相的人从小就是吃苦长大的，所以长大后他们会在工作上比别人耐劳，大部分会选择在异地谋生，选择高工资、高消费的城市生存下去。这样贪心也会越来越重，为了达到目标不择手段，为了过比别人更好的生活。为了向别人证明，虽然小时候穷，但是通过学习，长大后一定比其他小孩更有出息。于是他们就不断地挣钱，眼里的利益总是大过人情，只有钱、地位才是唯一证明高贵的方式。好的面相使人如沐春风，第一眼看上去就十分有亲切感，不会给人带来压力。凶恶的面相让人心中忌惮，内心感到十分不适，目光焦急的时候令人想要回避。不过面相是一门深奥的学问，大多数人都只能研究一些表面的皮毛，想在这个领域做到专业级别，还是需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累积，以及购买专业书籍或者向专业人士求教。本身一个人到中年的时候应该是发展的很好的，因为中年时期一个人已经积累了比较多的资源以及比较多的经验了，因此其自然是会更能够懂得应该如何给自己带来财富的。但是有的人却到了中年反而是倒霉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种人的面相。一、眉毛粗硬逆长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长得粗硬和逆长，则这样的人性格非常的粗暴，做事非常的急功近利，肝火过盛，但是目光短浅，做事容易冲动，属于别人一惹就恼的人。所以一般拥有这样面相的人，事业运势都会比较差，容易走极端，属于做什么都会倒霉的人，所以注定了赚不了啥大钱，事业终究是会失败，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，日子过得比较辛苦。二、鱼尾纹杂乱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鱼尾纹处的纹路长得非常的杂乱，则这样的人天生就是操心的命，大事小事烦不完，钱赚得少，整日没有清闲的时候，而且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很难有大的出息，把过多的时间都浪费在小事情上边了。而鱼尾纹向下塌落的比较明显，为不吉之象，中晚年的运势比较低迷，若是行商破产的几率也会比较大。三、鼻梁处有竖纹。鼻梁在面相中代表着一个人赚钱的气势的，若是鼻梁处有竖纹，鼻梁塌陷，则这样的人事业不顺，遭遇的波折挫折比较多，尤其是先前没有而后有，则表示最近一定破财，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，与身边的人常常争执不断，常常有经济纠纷，甚至会有官司缠身，一旦破财就是大的损害，要想翻身就会非常的困难。而好的鼻相一定要鼻梁挺直，鼻头有肉感，能赚钱，能存财，注定富贵。四、法令纹入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入口，在相学中又被称之为腾蛇入口，属于破口相，在相学中主饿死。现在的诠释则是会因为罹患消化器官之病变而影响饮食，平时少抱怨，摒弃诸多恶习，提倡勤俭节约，必然能够转运。若是法令纹和嘴角垂直相交，财富折损，穷困潦倒之象。五、额头过于平坦低矮。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早年运势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。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部位过于平坦或者是低矮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是智力有限，心胸不够宽广，考虑问题时看眼光，目光非常的短浅，而且出身不好，从小家庭环境就比较差，无法从父母处获得大大的助力，凡事都只能靠自己努力，而且贵人运也比较差，缺少贵人常识和体贴，年轻时事业上总是磨难重重。六、下巴部位过于尖锐。相学中将下巴要称为地格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晚年运、工作运和蓄财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过于尖瘦的话，这种人大多非常的自我主义，眼里只有自己，
很少会为他人考虑，想法很多，但是却不会付诸行动，事业上难有大大的作为，而且老年时容易体弱多病，无亲无靠，也没有什么积蓄，家庭生活不够幸福。7. 鼻翼稀薄，鼻孔外露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，鼻翼代表着财库大小，鼻孔相当于财库的大门。如果一个人的鼻翼稀薄而鼻孔外露的话，此为财运衰败之象。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投资理财能力较差，心思单纯，没有什么想法，判断能力比较差，花起钱来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约，赚的多花的也多，积蓄能力也比较差，导致财运慢慢下滑，收入下降，中年时容易遭到钱财方面的危机。8. 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。在相学中，牙齿的人为门户的象征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态度和财运。如果一个人门牙之间的缝隙较大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心无城府，说话非常的直接，不过喜欢信口开河，说法非常的不靠谱，也非常的不中听，容易得罪人，给自己惹来很多的麻烦和是非，做起事来没有原则，属于漏财散财之兆，与父母缘分较浅，容易发生争执和矛盾，对父母健康不利。9. 山根低矮。山根即是鼻子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、事业、财运和人际关系。如果一个人的山根部位过于低陷内凹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较为的内敛和沉闷，性格方面比较的矛盾，自卑心较重，做事缺乏活力和热情，也不太善于沟通和交际，人际关系比较差，而且六亲缘分浅薄，遇到困难时身边缺少贵人相助，导致收入下降，事业不稳定，容易有中年危机，日子过得一团糟。10. 肩门坑洼。肩门在相学中即是眼角后方靠近太阳穴的部位，也称夫妻宫，代表着一个人对待感情的态度和感情运。如果一个人的肩门部位低凹不平的话，则代表着感情运非常的不稳定，不论男女，容易与爱人发生矛盾和纠纷，感情上亦有第三者插足，婚姻情感方面非常的不稳定，所以相术中也有着肩门低陷，常做新郎的说法，婚姻不顺利，容易离婚多婚。11. 颧骨过于平坦。颧骨在相学中也称为权力之骨，代表着个人的欲望、野心和领导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颧骨部位长得过于平坦的话，则无视。这种人大多性格非常内敛，整个人缺乏士气，给人一种非常怯懦之感，而且缺乏主见和魄力，做事总是犹豫不决，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喜欢抱怨，而且意志力薄弱，做事缺乏坚持，遇到点困难就想放弃，能力一般。在事业方面也是缺乏运气的机遇，想要成功非常难。12. 双耳缺少耳垂。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、福气和寿命长短。如果一个人的双耳短小，没有明显耳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喜欢幻想，想法非常的不切合实际，喜欢沉浸在自己的设想中，对现实总是漠不关心，消极应对，做事缺乏理性，喜欢感情用事，非常的任性，做起事来缺乏规划性，平时喜欢铺张浪费，也没有迫切的想要挣钱和理财的概念，金钱运不好，漏财较多。13. 眼睛昏沉。从眼睛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精气神与财气的。若是一个人的眼睛昏沉，总是一副睡眼惺忪的表面，打不起精神，这样的人做起事来喜欢虎头蛇尾，常常不能够坚持到底，做不到有始有终，就算是有好的机会也抓不住，在事业上高不成低不就，没啥大的前途。这样的人非常的不适合投资，逢投必败，尤其是在中年时期，非常有可能会破财天灾。14. 下巴有磕绊。下巴在面相中位于面部的下体，主管一个人的晚年运势和拥有财富的能力的，而下巴代表一个人的田宅与房产、不动产的运势。若是下巴出现磕绊，或是在下巴处有疤痕和恶痣，则这样的人财运非常的不稳定，非常容易破财，甚至会因为一些个人的利益而导致投资失败，甚至会危害到自己的财运。若是下巴处圆润，就算是有磕绊，日后也能够时来运转，但若是下巴尖削，则一旦失败，必定会很难翻身。15. 眉毛稀松。从一个人的眉毛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脾气与性格的。若是眉毛长得杂乱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眉毛一样，则往往大多数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脾气性格比较粗暴，
容易会为了一点小事情就与人发生各种的争执与矛盾，人际关系处理不好，甚至还会平白无故的增加麻烦，常常会招惹小人上门，各种霉运不断，日子过得非常的不顺利，估计到最后连自己的亲人也会全部的得罪光。16. 双眼无神。若是一个人的双眼无神，整个眼睛没有精气神儿，浑浊无光，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睡醒一样，则往往这样的人呢，本事不大，能力不强，无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注定干不成大事，估计闹到最后只会是赚取基本的生活费，干啥都是给别人打工的命。所以这样的人命里无财，也没啥大的本事，只会到最后越过越穷，最终是奔波一生。人们常常通过看一个人的面相来分析这个人是不是有福之人。每个人都想成为有福气的人，有福气不仅仅只是生活富足，更多的是生活顺利，一生少忧，幸福美满。女人8大福相，你占几样呢？除了面相，年龄、生肖也可以看出你的福气。2020年哪些年龄的女人最好运呢？赶快来看看吧。第一，田宅宫开阔的女人，贵夫之福。眉毛眼睛之间叫做田宅宫，如果田宅宫很开阔的话，再加上中间没有恶痣和伤疤等等，这种面相的女人多数福气不错，能够得到一些长辈留的东西，还会跟经济条件不错的对象成婚，而且结婚后生活富足幸福。第二，下巴丰满的女人，恩爱之福。下巴长得丰满，这种人福气比较不错，晚年运势非常好。这种女人呢，不仅相处起来容易，而且很是善解人意。下巴丰满并且有着双下巴人的相貌就是帮夫运的好相，在生活中会得到另一半的喜爱和赏爱，夫妻恩爱和和美美，是有福气的好特征。第三，人中清晰长的女人，孝顺之福。女人有清晰深长的人中是上上之相，其孩子容易心存孝道，聪明多福，未来成就且高。人中形美呢，也是长寿的表征。相学人中也有寿堂之誉，聪明加上高寿，夫荣子孝，这种面相人真是好命。第四，鼻子高挺的女人，掌权之福。鼻直而挺，山根丰隆，鼻翼饱满的鼻相，这样的人比较有福气，在生活中掌管权势。这种面相人会凭借着自己自信与干练，事业上会有所斩获，得到另一半的宠物和呵护，家和万事兴，幸福至极。第五，垂珠厚大的女人，旺家之福。有着大大的耳垂，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的类型。这种面相特征的女人金钱运、朋友运和健康都不错。这种人不光自己有福气，就是他的家人也能够接收到他的福气，享受到衣食无虑的幸福生活，并且有一颗感恩善良的心，一生幸福。第六，眉毛纹路清晰亮泽的女人，健康之福。在眉毛部分，眉秀是指眉毛的纹路清晰亮泽，没有眉毛过粗、过黑或眉形不齐的样子。具有眉秀的人往往在财运方面会有较大的起色，在健康方面一生无忧。第七，眼睛大而且清澈的女人，无忧之福。眼睛大而且清澈，黑白分明，目秀神清，主要人秉性坚毅，识大体，不急躁胡为，处事有条理。这样的人是天生的福相，生来不知何为愁苦，所以也非常的单纯。第八，眉形清秀弯长的女人，知己之福。眉形不仅浓，而且带有腻毛，眉形清秀弯长者必多才多艺，性情中和，善解人意及心情开朗。两眉间之印堂部分不被两眉相侵，多能有朋友信赖，必得知心朋友和忠心部属。所谓快乐无穷，只因眉生额角，多愁常虑，皆为眉所印堂。一个人的福气或多或少都是可以在面相上表现出来。总的来说，有福之人观其面相必定是快乐自信的，散发光彩，让人一看便知。自信的女人是最美的，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有福之人。试问有谁抵挡得住阳光自信、魅力四射的女人呢？正所谓大富由命，小富由情。那么除了前面介绍过的面相，
颈部、背部、腰部有这3种特征的女人最富贵，一生好运好命。如果符合以下面相特征，但是还未开始发财兴旺的，也不要过于着急，可以凭借双雄催财、吊坠这类吉祥物来改善自身运势，增强个人运势以及财气，促进事业的顺利发展，得以财源广进，大富大贵。凤颈，丰满圆润的脖子在相学中称为凤颈，顾名思义啊，凤意指凤凰。拥有这样特征的女人能够嫁得贵夫，一生好运好命，必能够非富即贵，福气满满。背部宽平圆厚，女人的背部应以宽平圆厚为佳。若背部干瘦无肉，代表着此人一生的财运偏低，即使相里不错，也能够有所弥补，但一生之中也会较有奔波劳碌。相反，若女人背部有肉，则代表着此人有靠山，最富贵，贵人如云，一辈子不愁无人帮。这样特征的女人，婚姻运势顺畅，能够嫁得可以终生依靠的丈夫，旺己旺夫又旺子。腰部厚实圆润，女人的腰若为厚实丰隆、圆润坚实，这种腰在相学上象征着腰缠万贯，代表着其人一生好运好命，钱财不愁。这样特征的人非常适合做商人，踏足金融经济或者是自主创业。祖上的福门助力相当不错，福禄双全，家财千万贯，晚年坐享清福，富贵有余。以上就是女人富贵福相的内容。除了看面相，流年不同年龄段和生肖的女人富贵运也有变化哦。下面一起来看2020年哪些年龄的女人最容易发达？这人呢，有时候好运来了是挡也挡不住的。就如下面这几个生肖女，2020年常有鸿运照福，只要踏实努力，发达起来不是难事。1986年出生的人，属虎。1980年出生的人，生肖虎，今年逢食伤流年。属虎的生肖女呢，今年赚钱的心思是很强的，而且能在家人朋友的帮助和提示下发现一些新的商机。事业上会在不断扩大的人脉圈里遇到伯乐或者契合的合伙人，这将助你一臂之力。如果想要寻求更多发展机会的人，建议今年寻找合适的时机去远方或者海外发展，你能有不一样的收获。另外，这一年出生的属虎女与金展直命，婚姻表现较好，嫁娶有利，要注意把握。1998年出生的人，戊寅虎。这一年出生的生肖女在2020年比劫相帮，容易有合作机会及人缘，能够为事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，同时能得贵人帮扶，有望升职加薪。今年你们的个人处理信息能力非常强，嗅觉灵敏，能从细小的消息中把握机遇。因此2020年对于1998年出生的属虎女来说，是大力发展自我的好时机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借此催财自己的事业运势哦。不过不可只重视眼前的变化，而忽略了周围隐藏的问题，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和家人方面要极为注意。2000年出生的人，庚辰龙。2000年出生的属龙女在2020年与流年相合，又有印星相助，贵人运势极旺，也意味着极其能带给你发展的机遇。而吉星入命，公益能压制流年凶星带来的负面影响，使其凡事皆有贵人相助，能逢凶化吉。今年的你需要保持很强的上进心，对身边事物的发展要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，不能够一味听信于人。若能够结合运势发挥自己的潜力，将会大有收获。2001年出生的人，辛巳蛇。此年出生的属蛇女呢，为人有勇有谋，志气过人，只要能够坚持踏实做事，是最容易发家的。2020年里的你运气大开挂，工作上之前的合作都有会进一步发展，工作效率提高，得到领导赏识，同时有机会得到新的职位或者新业务。总之，无论是升职、跳槽或者是求职，结果都比较理想。除了印星的帮助之外，
3台吉星也能够帮你获得好人缘，一路都有贵人相帮，让你的工作更加顺利，在竞争中有更大的机会获得成功。1992年出生的人，壬申猴。生肖猴女命的壬申猴今年29岁，今年与太岁互为3合贵人，事业财运旺聚，不仅能够身心愉快，出现很多发展潜力的机会，而且只要自己及时把握，就会有好的发展。今年的你们适合拓展兴趣，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儿，展现出自己最闪光的一面。如此一来，属猴女的魅力大增，爱情的机会也会自然接踵而至。而对于已经有伴的属猴女，今年可以让对方认识到更加真实的你，让你们变得亲密无间。1983年出生的人，癸亥猪。此年出生的癸亥猪女今年38岁，为人刚直，财运天生较好，是可打可拼的新家的命局。2020年的你们正财偏财都呈上涨趋势，工作尤为顺利，容易得到领导的赏识，你的工薪也会有机会上涨，求职者也会得到很不错的工作机会，要做足准备，好好把握。偏财运上，你会得到更多的投资的信息，可以小小的投资一笔，有机会获得收益。要注意的是土曜直命，你们要注意分出真假和轻重，以免得不偿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事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分享，下期见。